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要离开奥克兰，前往南岛了。其实北岛还是有很多不错的地方，比方说首都的惠灵顿是我觉得既有城市规模又气质舒缓、景色亮丽的地方。另外，以地热景观和毛利文化闻名的 Rotorua， 新西兰最大湖泊的陶波湖，适合出海、浮潜和看海豚的 Bay of Islands 等等，都值得一去。而且比起南岛，游客可能会更少一些。当年在离开奥克兰之后，开车几乎走遍了北岛的各个地方。这次因为时间有限，只能先走主流的路线。今天要终于去南岛了，去 Christchurch 1点钟的飞机。今天坐的是下午1点钟到基督城的。基本上新西兰也就是这几个大城市 Queenstown、Wellington、Christchurch。If you need some air, oxygen masks will fall from above. Just pull down on the mask. 从奥克兰到南岛的基督城约有760公里，差不多相当于东京到广岛的距离，所以飞机是最方便的移动方式。这一次乘坐的是新西兰航空的国内线航班，下午1点出发，1小时20分钟后降落基督城机场。奥克兰是北岛最大的城市，基督城则是南岛最大的城市，所以两地之间每天约有20到25个直飞航班，非常的繁忙。 When we wake, hear the birds and see the sun. Side by side our fears are done. Oh, the good times just begun. 落地基督城，离开了奥克兰的阴雨，也终于见到了好天气。远处阿联酋航空的航班也刚刚抵达。现在阿联酋航空每天一班 A380 从迪拜到奥克兰，还有每天一班 A380 从迪拜经由悉尼到基督城。其实还挺惊讶，竟然有这么大的客流量。到了南岛，为了移动更方便，还是选择了租车，而且为了不走回头路，决定在基督城机场拿车，最终在皇后镇机场异地还车。因为租的车比较大，而且是异地还车，所以每天约需280纽币。基督城对我来说也是一座充满回忆的城市，不但在这里住了将近3个月，也与当年的大地震擦肩而过。2010年大地震那天，自己正乘坐大巴从南岛北部的尼尔森前往基督城，就在快要到达的时候，大巴车突然停了，自己也从昏昏欲睡中醒了过来，然后就听到车里的人讨论说发生地震了。那时候手机的网络也不行，也查询不到什么信息，就只看到车窗外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加速往城外驶去。司机看起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路边停下来打电话询问公司，最终决定开到前面不远处的酒店。愿留下的就原地下车，城内是肯定进不去了，不愿意下车的可以再跟车回到尼尔森。所以第一次去基督城其实是几经周折才到达的。这个比奥克兰的房间要好很多。基督城稍微便宜一些，奥克兰的这个酒店价格真的太贵了，所以没办法订特别好的。这个还不错，其实2张床。然后这边的是浴室洗手间，整体看起来不错，挺干净的，然后呢空间也还挺大的。基督城今天真的是很给面子啊，天气变晴了，而且温度还挺高的。酒店的话大概离市中心走路10几分钟，10来分钟的样子。想说就算了，不开车了，直接走过去，省得找停车位。从这个位置开始，基本上差不多要到基督城的市中心了，人也多起来了。基督城是南岛最大城市，新西兰第3大城市，人口约40万，因其广阔的绿地与公园也被称为花园城市。
整体氛围安静而舒展。这里曾深受英国移民文化的影响，现在既保留了英式城市的格局，也在大地震之后的大规模重建中增加了一些现代设计的风格。位于市中心的新摄政街算是市内最著名的景点之一，一条长约仅100米左右的步行街，采用了独特的西班牙传教式建筑风格。街道两侧排列着色彩鲜艳的小店、餐厅和咖啡馆，中心则保留了复古路面电车的轨道，很适合散步拍照，也是感受这座城市新旧交融气质第一站的最佳选择。紫色围墙背后的就是原本基督城大教堂的所在地。继2010年9月的地震后，2011年2月基督城再次发生里氏6.3级的地震。尽管震级不算极高，但震中距离市中心非常近，震源极浅，地面的加速度极大，造成了185人的遇难。市中心的大量建筑倒塌，也包括曾经地标性的基督城大教堂。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但因为种种原因，修复工作还在继续。据说首阶段预计在2030年左右才能完成。这里应该是有轨电车的一个终点站，很多人都会在这儿拍照。基督城市内有很多的这种壁画，特别多。另外，这次来基督城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城市里有很多大幅的墙面壁画，一瞬间也让我想起了之前去过的福岛双叶地区，也是在震后增加了很多大型的壁画。艺术家们都是通过街头艺术为城市重新带来色彩，也让城市重新焕发生机。西咸的大型连锁超市，好怀念啊！以前经常去买东西。看到樱桃就真的是以前在樱桃园工作过，每天就是摘樱桃，摘完之后呢再装盒。老板说你们可以自己随便吃，想吃多少吃多少。所以一般摘的时候最大的那几颗，说实话都被我自己吃了。以前在这儿住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就比如说你买这一桶水，它是99分，不到1块钱。但是呢，你如果是买4桶装的，它4块6毛5，所以你比单桶买4个要贵的。他们这边经常的标价就是这样子的，单买一个1块，合在一起买4个更贵，4块6毛5。前一天天气还不错，第二天就又开始阴云密布。其实来到基督城最具代表性的旅行活动之一，就是在雅芳河上乘坐撑高船，基本上也算是游客来这里的必做体验。乘客坐在低矮的船上，由穿着复古服装的船夫用长杆撑着船缓缓前行，约30分钟，沿着河流穿过风景优美的植物园和绿树环绕的河岸，既能看到水鸟，欣赏河岸的景致，也能听船夫讲讲城里的故事。可惜太过热门，虽然去了大早，因为没预约要等到下午2点才有空位，而且考虑到这烂天气，还是决定省点钱买咖啡吧。
离撑高船起点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哥特风的建筑，这里原本是坎特伯雷学院基督城中学的校园，在大地震的严重毁损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和加固，如今成为了一个集合博物馆、画廊、工作室、手作店和餐厅的艺术文化中心。游客来这里参观打卡，本地人会在这里交流创意，享受文化生活。仔细看这栋建筑，上面有一个漂浮的房子，这也算是这边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能看得到漂浮感吗？漂浮的房子。灯笼的这个创意元素利用进去，但它其实是雪糕的形状。旁边有一个小的艺术展厅，他把这个漂浮的房子也放在这儿了，也是艺术家的创意。眼前的这个大型的拱门其实是位于一座桥上，这座桥就是基督城另一处重要的景点追忆桥。位于雅芳河上的追忆桥是基督城重要的战争纪念建筑。这座桥最初建于1924年，是为了纪念在一战期间从这里出发前往火车站奔赴前线的新西兰士兵。宏伟的纪念拱门上面刻有新西兰军队参与过的重大战役的名称。过了追忆桥，就是基督城内最大的商圈，中央是步行街，两旁有咖啡馆、各类的专卖店、纪念品店，也算是基督城市内逛街购物的最佳选择。现在来基督城，一般大家都会去参观一座很有特色的纸板教堂，这其实是为了替代在2011年大地震中严重受损的原大教堂而建造的临时性场所。负责设计建造的是日本著名设计师坂茂，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之前老宋在大分市旅行的视频里介绍过，他也是大分县立美术馆的设计者。教堂较为醒目的是独特的三角形外观，正面镶嵌着与原大教堂同样的彩绘玻璃，主体结构采用了98根的巨大的强化纸管，既有特色，也具有极强的抗震性。教堂于2013年对外开放，不仅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主要由纸质材料建成的教堂，也从临时过渡变成了城市重生的象征。再次回到基督城，还有一个地方要去看，就是曾经工作过的一家青年旅馆。当时在新西兰打工度假，城市里很流行的就是换宿，简单来讲就是用劳动换取住宿。那时候就是在这家旅馆打扫客房，换取免费住宿，然后用白天剩余的时间游览城市、看书散步或者做其他的兼职，也算是打工度假的一种常见的模式。这次来虽然房子还在，但大门紧闭，也不知道是不是不再营业了。没有人，关门的状态，不知道是不是停业了。然后前面这里算是一个也不算小镇吧，就是有一些店的地方，有时候经常会在这儿买点吃的。但前面这家绝对之前是 Subway， 现在变成必胜客了。虽然很多东西变了，不过幸运的是15年前在新西兰认识的朋友还在。这次刚好有之前一起工作过的马来西亚朋友住在基督城，晚上就一起约出来吃饭。隔了这么多年，还是一见如故，聊过去，聊近况。虽然大家都老了，都胖了，但他还是那么能吃。现在没有想。开玩笑了，能再聚就很值得庆祝。
这顿应该是台湾本土价格将近3倍的台湾料理，也让这一次的基督城之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感谢大家的观看，下一集我们将前往南岛著名的旅行地特卡波湖，然后再继续一路往南，去南岛东部的海边小城奥马鲁，度过2025年的最后一天。